当你第一次看到 F-117夜鹰，你可能会皱眉头想，这东西真的飞得起来？它不像战斗机，反而更像哪个科幻片道具遗落在真实世界里。全身布满锐角，几乎没有流线外形，不只是反常规，简直是逆天而行。但别看它长得奇怪，它可是全世界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隐形攻击机。它不靠速度，不靠武器多，只靠看不见这一点，就改写了现代空战的玩法。F-117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打了哪些仗，完成了什么任务，而是它彻底改变了战机设计的逻辑。你不一定要比敌人快，只要比敌人更难找。有趣的是，这架美国空军的隐形传奇最初的灵感居然来自苏联。1964年，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莫切夫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当时颇为冷门的理论：雷达回波的强度跟物体的体积无关，而是跟边缘的形状和折射有关。说白一点，不管你飞机多大，只要表面角度设计得好，雷达就看不清你。苏联方面没把这个理论当一回事，反而翻译成英文发表了出去。这时候，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下属的臭鼬工厂找到了这篇被遗忘的论文。他们在1970年代初开始尝试用电脑模拟回波，并提出了一个几乎颠覆航空设计的构型，由多个扁平三角面组成，全机都是锐角的飞行器。后来被内部工程师戏称为“绝望的钻石”。你也许听说过凯利·约翰逊，那个设计过 U2 与 SR-71的传奇人物。当年他看到这架钻石飞机的模型时，直接摇头，说这玩意儿根本就飞不起来，甚至赌了$25，说自己设计的无人侦察机 D-21雷达反射还更小。结果实验室用雷达实测模型后发现，这玩意儿的雷达回波足足比 D-21小了1000倍，赌局就此终结，也奠定了未来 F-117的轮廓原型。但光有一个雷达看不到的飞行器模型还不够，让它真正飞起来才是真正的考验。于是1977年，洛克希德臭鼬工厂打造了一架名为 Have Blue 的验证机。说白了，它就是 F-117的前身，目的是看看这种满身折角、完全违背空气动力学美学的怪机到底能不能在天上维持平衡。问题很快就浮现了，因为这种飞机实在太不符合常规，飞起来非常不稳定，俯仰、滚转、偏航3个方向全都神经质。传统的飞机讲究流线型，气流顺畅，但 Have Blue 是硬生生把飞机做成了多面体，结果它压根不该飞得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得靠软体，更具体一点，是靠一种全新的电传飞控系统。简单来说，飞行员不是直接操纵舵面，而是发出指令，交由电脑判断怎么修正才不出事。这对1970年代末的电脑运算能力是个不小的挑战。臭鼬工厂的计算机工程师 Bob Loschk 直接拿 F-16的飞控程式当蓝本，重写一套能让 Have Blue 保持平衡的控制系统。而更有趣的是，为了省时间省钱，这架飞机身上有一堆拼拼凑凑的零件，弹射椅是 F-16的，飞控制动器来自 F-111，导航系统来自 B-52，HUD 抬头显示器用的是 F-A18的，起落架都是拿了 A10的零件，甚至发动机也不是特别设计，而是直接装上海军 T2 教练机用的 G85GE4A 涡喷引擎。看起来像是一个拼装飞机，但实际飞起来的时候竟然一点也不敷衍。1977年11月 Have Blue 1号机完成组装，12月1号比尔·帕克担任试飞员首飞。没有加力燃烧室，没有高升力装置，这飞机跑道要用很长，起飞非常吃力。可当机头终于被拉起，划过跑道升上天空那一刻，在场的工程师几乎屏住呼吸，包括当年一度唱衰这架飞机的凯利·约翰逊。他对比尔·帕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班，这下你终于拥有你自己的飞机了。当然，验证飞行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1号机在第36次飞行时，因为降落时速度太高，导致起落架卡死而坠毁。2号机则在1979年7月第52次飞行中，因液压油管破裂起火坠毁。尽管最后2架验证机都阵亡了，但目标达成了。这个全世界最不像飞机的飞机真的能飞，真的雷达看不到。验证机飞起来之后，美国空军也不再等什么先验证再采购的流程了。就在 Have Blue 刚刚试飞那阵子，1977年11月16号，注意这个时间点，甚至比首飞还早了2个礼拜，国防部就先斩后奏，直接签了 F-117的20架订单，代号是 Senior Trend。这种超前部署的做法很少见，但也反映出一个现实：美军高层那个时候真的着急要隐形能力，而且越快越好。这股紧迫感其实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卡特政府刚砍掉了昂贵又迟迟看不到成果的 B-1A 轰炸机项目，在这样的空档里 F-117 正好成了替代方案。而国家安全顾问
布热津斯基看完臭鼬工厂的简报后直接拍板，这个计划要保密到底，不能让苏联知道我们在搞什么。他说得很直白，这东西一出，我们过去几十年对付苏联防空系统的麻烦就解决一大半了。而量产版的 F-117，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夜鹰和 Have Blue 比起来，其实已经是彻底重塑过的版本。首先是体型变大，机长翼展都放大1倍以上，空重超过13吨，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3吨。这是为了能塞进更多燃料和一对炸弹武器舱。气动外形也稍作调整，前缘后掠角从 72.5 度改成了 67.3 度，提供更多升力，缓解飞行不稳定的问题。垂直尾翼从内倾变成了 V 字形的设计，这种设计不只是结构更稳，还能把排气热流导向上方，进一步削弱红外信号。F-117 也不装雷达，相反，它搭载了前视红外和俯视红外感测器，这两个系统组合成名为 LRADS 的红外搜索和标定系统，用来锁定目标，再用激光测距精确引导 GBU10、GBU12 或 GBU27 这种雷射制导炸弹。但 F-117 也不是完美的杀手，它最大速度只有 0.92 马赫，不追求高速，而是讲究前行，航程也不远，因此必须具备空中加油能力。像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 F-117 从美国本土飞往沙特，光加油就要加7次，飞满15个小时。而这一切，所有的一切，全部是在超高保密环境下完成的。这个项目甚至被称作是自哈曼顿计划以来最成功的军事机密。飞行员连在基地里走路都要戴遮阳帽，维修工人也只知道自己在装什么零件，但不晓得整架飞机长什么样。有次连国会都想调查这笔巨额预算到底在搞什么，结果还被军方以国家安全优先挡下来。可纸终究包不住火。1986年起，随着2起事故接连发生， F-19 玩具模型热卖，内部检举新爆出，再加上新闻界持续追查，美国国防部终于在1988年11月10号公开了 F-117 的存在。照片一出，全世界航空迷都炸了锅，这是什么怪物？当大家惊呼这东西能飞的时候， F-117 已经在战场上整装待发。 F-117 的首战亮相是在1989年的巴拿马行动，当时它的表现其实还算低调，更多是验证隐身战机在实战环境下的可能性。真正让 F-119 名声大噪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那次战役里， F-119 彻底展现了它的价值。在海湾战争中， F-117 主要执行夜间精确打击任务，它凭借超低的雷达反射截面，成功突破了伊拉克的密集防空火网，几乎不被雷达捕捉到。整个战争期间， F-117 执行了大约1300次任务，飞行时间超过6900小时，摧毁了1600多个关键目标。这些目标占了全部战略目标的40%以上。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在巴格达上空，当地的雷达导弹扫描着空域，却只看到天空中一个几乎被噪音掩盖的小光点。 F-117 就像幽灵一样，在敌人眼皮底下自由穿梭，既不被发现，也不被击落。其实，在海湾战争中， F-117 保持了零战损的记录，没有一架因为敌方防空被击毁。曾经在战斗中2度进入米格29视觉范围的Bandit 150中队长透露，敌机飞行员尽管看见了他的飞机，但却根本找不到他。这种隐形让对手完全抓瞎。从成本角度看， F-117 的研发和运营花费大约15亿美元，比传统轰炸机或战机的费用低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它用高科技精确打击代替了大量传统轰炸机带来的人员和物资损失。F-117 还有许多有趣的幕后故事，比如雷达测试时，他们曾发现模型驾驶舱上竟停着一只小鸟，技术人员当场爆笑。又比如一名飞行员在任务结束后清点组员时，居然少算了自己一人，差点惊慌失措。还有在某空军基地， F-117 经常发出砰砰声，经常是蝙蝠撞墙引起的，因为隐身飞机干扰了蝙蝠的回声定位。然而 F-117 的隐形黄金时代并非永远。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一架编号820806的 F-117 在南斯拉夫防空系统严密部署下被击落。击落它的是一支装备了旧式苏制 S-125 地对空导弹的防空部队，指挥官是佐尔坦·达尼上校。南斯拉夫防空部队用战术智慧弥补了装备上的劣势，他们严格限制雷达开启时间，以避免被北约反辐射导弹定位，并通过目视观察对方战机的规律布置伏击。就在1999年3月27号晚上，他们在 F-117 必经之路上发射导弹，虽然第一枚导弹未击中，但第二枚爆炸冲击波破坏了飞机，使得飞行员达热尔·泽尔科不得不弹射逃生。令人称奇的是，泽尔科成功逃脱后并未立即被俘，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几年后，
这位击落 F-117的上校和飞行员竟然成为了朋友，这种跨越敌对的友情令人动容。尽管有这次挫折 ，F-117仍持续在伊拉克战争中执行任务，直到2008年正式退役。退役后，这批飞机大多被存放在美国内华达的51区，但部分仍被保留用于训练和技术测试，充当假想敌角色，帮助美军研发反隐身技术。F-117改变了现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让隐身成为了空战的核心。它用低多边形的设计、先进的飞控系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为后续的 F-22和 F-35铺路。虽然它不追求速度和华丽，但简单专注的设计哲学让它成为航空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F-117虽然在2008年正式退役，但它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大约还有45架左右的 F-117被保留了下来，继续在美国空军中退而不休。这主要是因为它在军方有着特殊的用途。首先， F-117成为了美军训练中的红方对手，也就是假想敌。它的隐身性能虽然不像最新的 F-22、F-35那么先进，但在模拟对抗中仍然可以帮助飞行员们更好地了解如何识别和应对隐身战机。这点对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歼-20、俄罗斯的苏57等第5代隐身战机来说尤其重要。其次， F-117还是个技术实验平台，军方利用这批老飞机测试各种新型隐身涂层的技术，检验新武器和雷达系统的性能表现。因为 F-117的飞行特性和雷达截面都很明确，研究人员可以用它作为对照，帮助开发下一代更隐身、更先进的战机。虽然 F-117的设计已经超过了30年，但它在美军体系中的价值依然不容小觑。它给后续战机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基础，更是一套全新的战术理念。如何在现代战场上做到隐蔽突防，如何用信息优势和精准打击改变战局。有趣的是，这些退役后的 F-117大多藏身于内华达的51区和托诺帕测试基地，这些地方一直是美国军事实验的重地，外界难以看到他们的真面目。但每当美军想要测试新反隐身系统， F-117总是那位隐形老将，默默地扮演着陪练和试验员的角色。所以虽然 F-117已不再飞向战场最前线，但它的传奇还在继续，依旧深深影响着现代空战的未来。F-117夜鹰的诞生不仅仅是飞机设计的突破，更是一场关于未来战争形态的革命。它是第一架将隐身技术当作核心设计目标的军机，让看不见成为可能，也让传统防空系统的威慑力大打折扣。这架飞机教会了全球军工界一个重要的道理：隐身不是靠速度，也不是靠火力，而是靠雷达截面和红外信号的极限压缩。F-117极简的多面体造型将复杂的空气动力学让位给雷达隐身设计，这种大胆的取舍开创了全新的设计思路。之后的 F-22猛禽、F-35闪电2都继承并优化了这套理念，这都借助了更强大的计算机模拟能力和先进的材料技术，设计出更加流线型和多曲面的隐身机身。除了技术本身， F-117也改变了战术与战略层面的思考。隐身飞机的出现让先制打击和精准打击成为可能，空战不再是靠轰炸数量取胜，而是靠精准、隐蔽和快速达成目标。这也催生了无人机、网络战、电子战等多维作战方式的同步发展，推动了现代战争的整体进化。可以说， F-117是隐身战机的开山鼻祖，是军用航空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它让世界看见了隐形的力量，也为后来的技术创新和战术革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如今技术日新月异， F-117那份敢于颠覆传统、追求极致隐身的勇气和智慧，仍值得我们铭记与学习。